有了这5两银子，总算够给老大凑齐娶媳妇的钱了。三丫，别怪爹狠心，要怪就怪你没生在个好人家。为了给哥哥娶妻，把我卖进了这吃人的皇宫当洗脚杯。丫头，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这进了宫，那可就是进了天大的富贵窝了。你要是进去努力点，争气点，说不定哪天也能当上个贵人。要是真大富大贵了，可千万别忘了家里，忘了你那个还得娶媳妇的亲哥哥。在家的时候，我从来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每天顶着能把人晒掉皮的日头下地，这就是他说的福气。就我这副黑瘦的样子，别说宫里的贵人了，就算是村里的少年，也未必能看上我一眼。村里的读书人说过，宫中妃嫔不把奴才当人看，动辄就是打死。我不想死，我只想活着，哪敢去做一些不敢奢望的事。问你话呢，哑巴了！真是个没嘴的葫芦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嬷嬷，您瞧，这丫头打小就笨，我这教训2句。行了，跟上。是。高高的红墙，深邃的长廊。这一刻，他们好似吃人的凶兽，张着大嘴，等着我一步一步走进去。我们这批入宫的宫女，都要在内务部跟着嬷嬷学习1个月的规矩，表现最好的，才能被分配到像样的院子。你就住这儿吧。我来的晚，只能住在最里面的房间。脏兮兮的，穿得那么破烂，切，居然跟我们住一起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病，看着就晦气。这种人也能进宫，也不撒泡尿自己看看。翠珠姐姐说的对，他们这些贱民哪能跟翠珠姐姐比呀？可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衣服了，平时都过年才舍得穿。这一刻，我感觉我跟整个皇宫都格格不入。你们以为真的等学完规矩才分院子？只要舍得塞银子，想去哪儿伺候都能提前定下来。姐姐说的是，要是银子给的够多，怕是皇后的未央宫都能进吧？那是自然。我爹为了我，整整塞了100两银子，内务府那边已经定死了，让我去宋贵妃的吉祥院。100两，骂我最凶的这个翠珠，家里竟然是富商，100两银子都可以买20个我了。宋贵妃那儿可是离皇上最近的地方，只要我能见上皇上一面，这宫里的富贵还不是手到擒来？拿着吧，有了这些去内务府活动活动，给你们也谋个像样的去处。我只是仔细的学着规矩，希望能在这宫里活下去。张丽，未央宫；李秀，凤梧宫。最先分配的是皇后和各宫娘娘的寝宫，做奴才的谁不想往高处走呢？翠珠，吉祥院。多谢翠珠姐姐提点，这上宫局的差事没姐姐的银钱打点，咱们哪儿进得去啊？陈大妞换衣局，刘草儿花房。孙三丫去新者库。穷酸就是穷酸，去新者库这种下贱地方，倒还真是最合适你的。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像其他人一样，露出懊恼和绝望的神色吧。你们几个跟着小太监去新者库领差事吧。新者库虽然辛苦，但到底不用在贵人面前晃悠，也安全一些。慢着，你等等，你也去吉祥园伺候。以前倒没发现，你这丫头竟长了这个样子，想必贵妃娘娘一定会喜欢的。不想死，去吉祥园就低头做事。宫里没有废话，他是在保我的命。哼！一路上我都在琢磨嬷嬷的话，根本没注意翠珠的脸色。腿被打断了。村里人说的一点没错，宫里的贵人真的不把奴才当人看，动辄就是打死。
一个小小贱婢，居然敢弄坏娘娘的锦衣，当真是放肆！你们都给我看仔细了，这就是不好好服侍娘娘的下场。奴才在谨记。行了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丫头扔回内务府，让那边看着办。是。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，被打残拖回的，只会被扔到柴房里等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这屋子里的灰都扫了，还有我的床铺都得仔细擦干净。你这样卑贱的人，居然也能跟我分进一间房，真是晦气！我打听到刚才那个小宫女的事了，怎么说？弄坏衣服不过是个借口，那丫头想勾引皇上。皇上多瞧了她几眼，宋贵妃当场就生了气，今天就把人往死里打。仅仅是因为皇上多看了几眼，就要直接打杀吗？就因为擦了点胭脂，多晃了几眼，就被打断了腿。唉，那位娘娘的心气儿咱们猜不透，往后可得把皮绷紧了。这事儿烂在肚子里，千万别再传给旁人，尤其是那些碎嘴子的。我知道，我这心现在还跳得厉害。翠珠又在害怕，但我反而松了一口气。我从未想过攀龙附凤，我只想安心干活。娘娘应该不会为难我这样的小宫女。申时已到，新来的宫女太监全部到前院集合，不得延误。她是宋贵妃最宠信的一等宫女，在这吉祥院，她就是我最不能得罪的人。都听好了，你们这批新来的，打今日起全部留在外院伺候，敢动歪心思，白日里那个贱婢的下场，你们都瞧见了。奴才谨记。外院虽苦，但不用冲撞贵妃，安全多了。外院离御道那么远，这辈子还能见着皇上。行了，都别戳在那儿做梦了。新来的，快跟我去外院领活去。这华妃真是臭死人了！内务府怎么偏偏只派给咱们？这活虽然脏点累点，可胜在踏实，不容易出错。也就你这种乡下来的贱骨头才觉得好，我可受不了这味儿。那是内院，翠竹，你不要命了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中突然升起了不好的预感。哎呦，这不是晚霞姑娘吗？您怎么亲自出来了？可是内院有什么吩咐？谁是三丫？娘娘要见她。动作快点儿，赶紧跟着过来。娘娘，是因为翠珠吗？她果然是来告密的。现在就是你的死期了。我明明什么都没干，为什么要死了？大胆，在这寝殿之内还敢东张西望，看见娘娘还不赶快行礼？奴婢参见贵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这就是宫里的娘娘，光是一个头饰，恐怕就抵得上我们全村人几辈子的开销。抬起头来。他们为什么这种反应？拉出去，打死！我要死了！贵妃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饶命！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真的知错了，求娘娘开
今天本宫心情好，就饶了这贱婢一命。谢娘娘不杀之恩，谢娘娘恩典。死罪可免，活罪不逃。既然长了这么一张讨嫌的脸，以后就当本宫的洗脚迷吧。哼，孙三丫，以后你就住这儿。翠珠，你是2等宫女，负责娘娘的衣物清洗。孙三丫是洗脚婢，你们同屋，规矩别乱了。哟，孙三丫，你还真是命大呀！那样冲撞了娘娘，居然还能留下一条狗命，进这内院来跟我同屋。以后还请翠珠姐姐多指教。别叫我姐姐，我是专门负责娘娘贵重寝衣的。你一个伺候脚丫子的，离我远点。晚霜姐姐，晚霞姐姐，这是家里托人送进来的小玩意儿，你2位瞧瞧喜不喜欢？翠珠，你这丫头倒是个懂事的。行了，既然你跟她同屋，你的那些活让她顺手干了便是，我们也懒得管。晚霜和晚霞是娘娘最体面的贴身宫女，翠珠虽对我桀骜，在他们面前却极能俯小作低。没几天，翠珠就站稳了脚跟，因为晚霜晚霞的照顾，她的活全都落在了我头上。娘娘，请洗脚。反观我这边，日子一直过得胆战心惊，总感觉随时都要被打死。每次给娘娘洗脚，就是在生死边缘一般。水温太烫，你想烫死本宫吗？奴婢该死，奴婢这就去换一盆。滚出去！看着你就倒右口，还不快滚！真是个没有眼色的贱胚子。万幸，宋贵妃似乎并没有立刻弄死我的打算。可这就像悬在脖子上的刀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？这钱本该是我的命根子，可如果不弄清楚这张脸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这命根子迟早得丢在吉祥院。哟，这不是吉祥院的孙三丫吗？在那富贵窝里待着，怎么有空回内务府瞧我这老婆子？嬷嬷，这是奴婢第1个月的全部月钱，求您收下。你这丫头倒是个懂事儿的，说吧，巴巴的送这份大礼是想求什么？嬷嬷，奴婢求您一句实话，在这宫里，奴婢这张脸是不是犯了宋贵妃的忌讳？嫌命长了是不是？拿走，赶紧把你的钱拿走！嬷嬷，奴婢在吉祥院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求您给句明白话，好让奴婢知道怎么个活法。闭嘴！这种掉脑袋的事儿不要问，烂在肚子里。走，往后不许再来内务府，更不许提今天的事，滚！询问无果，连内务府的老嬷嬷都吓成这样，这张脸背后的秘密，怕是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日子总得过，没问出原因，我就只能更小心、更谨慎，绝不能让宋贵妃挑出半点错处。快去禀告娘娘，内务府刚传了信儿，皇上今儿个要过来用晚膳。1个月才来这么一次，用晚膳就代表晚上要歇在这儿。都把招子放亮喽！皇上每个月来后宫都没2次，能来咱们吉祥院，那是娘娘天大的圣宠。谁要是出了岔子，当心你们的皮！是。所有人都听好了，除了内殿伺候的，其余无关紧要的宫女太监，统统给本宫待在屋里，不许出门。若是谁敢乱跑，冲撞了圣驾，当场杖毙。宋贵妃很慎重，她这是要把一切隐患都挡在外面。这种节骨眼上不见人影，翠珠，你果然按耐不住，要去攀龙附凤了。慌成这样，定是出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。这是吉祥院。你是没瞧见，昨儿个半夜，尹琛的身子被拖出来的时候，连块好肉都没了。谁能想到竟是他呀？平时瞧着话都不敢大声说的闷葫芦，竟敢趁着皇上沐浴的时候，那胭脂味隔着半条廊子都能闻见。别提了，银钗当场被打死，连他在上宫去当差的那个姑头也没捞着好，连夜就给打杀了，送出宫去。皇上临走前的脸色，当真是要吃人，直接指责咱们娘娘治下不严。原以为勾引的人是翠珠，却没想到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银钗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往日里她仗着圣宠，连皇后的面子都敢赔，
可今天，皇后分明是来痛打落水狗的。妹妹，往日里你这吉祥院最是得宠，可谁能想到，这圣宠背后竟养出了敢趁皇上沐浴时献媚的狐妹子。是臣妾疏忽了。哼，疏忽那是纵容。妹妹，你也别怪本宫，既然妹妹你教不好这规矩，那本宫作为后宫之首，也不得不费点心思替你调教调教这院子里的奴才。来人，给我打！臣妾谢皇后娘娘费心。昨夜负责守夜的宫女太监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部拉出来，上30停鞭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啊！婉霜和婉霞是宋贵妃的贴身大宫女，是她的左膀右臂，打了她们，就是当众撕了宋贵妃的脸。来吉祥院1个月，我见惯了宋贵妃不可一世的样子，可现在，她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人被打，看着憋屈的宋贵妃，忽然觉得哪怕是宠妃，依然是不自由的。这个深宫好像人人都不自由。皇后走后，宋贵妃发了一通火，这火气没处撒，最后肯定会落在我们这些奴才头上。娘娘，请洗脚。奴婢知错，奴婢该死，求娘娘降罪。贱婢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本宫怎么会失去那个孩子？要是有孩子傍身，皇后那个贱人怎么敢在这一而再再三的刁难本宫？都是你，都是你这张脸磕了本宫，本宫恨不得撕了这层皮！滚下去！谢娘娘开恩。我发起了热，烧得人事不省，嗓子像被火烧过一样，连求救的力气都没有。在这宫里，我只是一个洗脚婢，没资格请太医。若我是主子面前红极一时的红人，或许还能求药童配几副散药。很可惜，我什么都不是。呻吟什么呻吟？大半夜的招魂呐！娘娘不就是赏了你几脚吗？那是看得起你。装什么装？整天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给谁看？我看你就是矫情。活成你这副丧气模样，我要是你，干脆一头撞死在墙根，省得在这儿碍眼。真是晦气，守着都快咽气的死丫头，觉都没法睡。活下来了，竟然真的活下来了！为什么活着这么难？为什么？我就想讨口饭吃，我就想有个安稳觉睡，凭什么非要这么作践我？哭什么？这声音不对，在后宫中，除了那个人，还有谁敢在这儿出现？这个声音明显就是当今皇上的。怪不得今晚内院静得这么邪乎，那些守夜奴才恐怕早早就听到了圣驾的消息，这会儿一个个怕是都缩在屋里装死。奴婢参见皇上，皇上万福金安。抬起头来。婴儿，皇上息怒，奴婢是吉祥院伺候贵妃娘娘的。是啊，终究不是他。退下吧，莫要在这儿碍眼了。奴婢告退。这一晚我都胆战心惊，只要那个人一句话，随时都会有2个太监冲进来把我拖向慎刑司，以冲撞圣驾的罪名直接把我打死。天亮了，我呸！真是不嫌丢人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不要命的贱婢，昨儿晚上竟敢在花园勾引皇上，把咱们吉祥院的脸都丢尽了。姐姐小声点儿，听说娘娘为了这事儿，昨晚砸了半间屋子的瓷器呢，弄得现在人心惶惶，连觉都睡不安稳。要是让我逮着那个小蹄子，非得撕烂他的脸，看他还怎么犯贱。他们怎么知道皇上遇见过人？还在这躲清闲？走，进
前院集合。公公，奴婢这就要去当差了，求公公亲家呀！你抖什么？难不成昨晚那个狐妹子就是你？姐姐说笑了，我这几日病得起不来床，哪有那力气？都把招子放亮了，娘娘待你们不薄，可你们当中竟有人生了野心。昨夜是哪个贱婢在内院晃荡，冲撞了皇上？皇上圣明，留下了证据。若是现在自己站出来认了，娘娘慈悲，死罪可免。果然是为了昨晚撞见皇上的事，可是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大张旗鼓的找我？怎么都没长舌头来？没人敢认这份功劳吗？真以为闭紧了嘴就能躲过去？不光你要死，你在宫外那一家子人一个也别想活，全都去给你的野心陪葬。既然没人敢自首，那就别怪娘娘不讲情分了。现在开始，你们可以互相检举，只要同屋的人发现有人半夜悄悄出门，核实无误，立刻赏银100两。若是谁提供能确认就是那个冲撞皇上的那个人，赏银1000两，并且可以破格提拔，来娘娘身边近身伺候。1000两银子，这宫里的人谁不想要这笔钱？娘娘，奴婢有重事禀告，奴婢要检举。奴婢昨夜亲眼看见同屋的三丫悄悄出了院子，半晌才回来。那个冲撞皇上的贱人定是他无疑。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来人，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三丫拉下去，当场打死！奴婢知错了，贵妃娘娘开恩，奴婢不是有意的，奴婢真的不是有意冲撞皇上的，求娘娘饶命，求娘娘饶命啊！打，记得慢慢打，本宫要看他受尽滋味，可别一下子就打死了。慢慢打，他这是要看我受尽折磨，一寸寸断掉骨头，我真的难逃一死了吗？原来这就是我的命，5两银子买进宫，换来这一场烂在长凳上的结局。慢着！皇后娘娘活下来了，我竟然被皇后救了。真是开了天眼了！皇上登基5年，除了那几位娘娘，什么时候对咱们这些做奴婢的这么上过心？可不是嘛！今儿一大早，乾清宫那位贴身伺候的小公公就急呼呼的去了吉祥院，说是皇上要寻昨夜在内院碰见的那个小宫女。要不是皇上这动静闹得大，皇后娘娘也不会好奇去凑这个热闹，正巧把这姑娘给捞了回来。原来是皇上要找我。姑娘这模样倒还真是个有造化的。记着，这宫里命由天定，可运在人为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奴婢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起来吧，在本宫这儿不必如此拘礼。谢娘娘恩典。本宫瞧你这孩子是个聪明的，平白无故从死人堆里被拎出来，心里怕是翻江倒海了吧？趁着皇上还没过来，你有什么想不通的，尽管问。本宫既然救了你，自然会给你个明白。奴婢不敢隐瞒，奴婢只想知道，奴婢这张脸是不是像谁？你倒是个通透的，没被这破天的富贵迷了眼。你这双眼睛，尤其是这眉宇间的神态，像极了一个人。早逝的淑妃梁雨音，梁家的大小姐。原来这就是我这张脸的罪。我曾听宫里的老人避如蛇蝎般提过，淑妃和宋贵妃曾经是闺中好友。宋贵妃母家是武将之首宋家，而淑妃母家是文臣之首梁家。当年啊，这后宫可没有现在这么冷清。梁家的大小姐，宋家的大小姐，那可是京城最娇艳的2朵花。他们同日入宫，情同手足。皇上当初还传为佳话，说他们是朕的文武2婢。那时候他们同时怀上了皇嗣，全宫都在猜。私下里传得最凶的就是宋妃肚子尖定是皇子，而淑妃肚子圆是个娇滴滴的小公主。可这世上的福气哪有均分的？那一碗安胎药本是补药，谁能想到里面掺了足以夺命的红花？这是淑妃娘娘让奴婢送来的安胎药啊！宋妃没了孩子，碎了心，这辈子都当不成母亲了。而那位淑妃娘娘在愧疚与流言中，终究是没能挺过去，一根白绫自尽了。梁雨音死后，皇上像失了魂一般，整整10日没有上朝。为了弥补那个再也不能生孩子的宋妃，皇上封了她为贵妃，宠冠6宫。皇上最爱的永远是那个死去的淑妃，所以你该明白，
为什么宋贵妃一看到你这张脸，就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了吧？原本你只是个洗脚戒，宋贵妃折磨折磨也就罢了，可偏偏昨晚皇上对你有意思，还动了找人的念头。只怕宋贵妃那边会……皇后虽然没把话说死，但我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怪不得整个内务府的嬷嬷提到这张脸都避如蛇蝎，全都想明白了。怪不得宋贵妃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像是要剜了我的肉，怪不得她在那晚被皇后羞辱后骂我如果没有这张脸，她就有孩子傍身。在宋贵妃眼里，我就是那个背叛了她的淑妃，她把对淑妃所有的仇恨都定在了我这张脸上。更糟糕的是，昨晚那一遭，在她看来就是我在她的吉祥院，在她的眼皮子底下勾引了皇上。旧恨未消又添新仇，她对我的杀心只会比以前更重。时辰到了，孙姑娘，请起轿吧。这可是河宫上下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在他们看来，从洗脚架到御前侍寝，这是天大的恩赐。娘娘记好了，御前不得喧哗，不得窥视盛筵，皇上歇息时更不可惊扰。起来，伺候朕宽衣。抬起头，让朕看仔细些。终究无人似他。来人，送他走。圣旨没有来，封赏也没有来，皇上似乎把我这个消遣的工具彻底忘了。皇上忙于国事，这封位之事，本宫代劳便是。即日起，便赐你一个美人的位分吧。主子，这地方今年没人住了，缺涝的厉害，您先将就着。这宫里啊，人走茶凉，雨花台就是个冷灶。从皇上随手打发，皇后冷淡安置的手段上看，河宫上下都明白了，我不过是皇上一夜消眼的工具。宫里人都觉得我会不忿，会闹腾，甚至都搬好了小板凳等着看我的笑话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只要能安静地蜷缩在这个没人的角落活下去，对我来说已是万幸。只不过麻烦似乎未必放过我。大清早的，什么风把翠珠姐姐吹来了？孙美人，这雨花台的灰可真够大的，没熏着您吧？跪下！我们家贵妃娘娘念在你伺候一场的份上，特意赏了东西过来。孙美人，还不赶紧跪下领赏？不知贵妃娘娘有何赏赐？孙美人，这可是我们家贵妃娘娘特意吩咐内务部给您寻来的。娘娘说了，您最擅长的就是洗脚，这吃饭的本钱可千万不能丢了，拿着它吧。往后若是再有机会，你也能凭这手绝活去帮皇上洗洗脚，再献媚邀宠一回，说不定还能在个雨花台以外的住处呢。看得出来，这就是专门来羞辱我的。谢贵妃娘娘赏赐。好一个孙三丫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，跟我这摆什么谱？你敢拦我？你这个贱胚子，你敢打我？我是皇上亲封的美人，你只是吉祥院的一介宫女，尊卑有别。主子教训不敬的奴才，我为何不敢打你？孙三丫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贵妃娘娘的人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你打我就是往贵妃娘娘脸上扇巴掌。你等着吧，回头我就回禀了娘娘，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出这个雨花台。姐姐急什么？娘娘最恨底下人不安分。你说，要是让贵妃娘娘知道当日在吉祥院到底是哪个懂规矩的在御前晃荡，结果却让银钗顶了包，她会先发落谁？当日真的是银钗勾引皇上吗？要不要我去跟贵妃娘娘说一说？那天晚上你慌慌张张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在床上看着。银钗不过是个干杂活的，她哪来的机会去伺候皇上沐浴？可你不一样啊，翠珠姐姐，你负责的是娘娘的换引衣物，皇上沐浴时名正言顺去送衣服的人。是你勾引不成就嫁祸给银钗，对不对？要是让娘娘知道，她身边最得力的丫头竟然存了这种心思，你觉得那顿乱棍会落在谁身上？从今往后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是最好。要是你再敢来这儿对我指手画脚，或者生出什么折磨人的幺蛾子，我就真的不介意去找贵妃娘娘好好聊一聊，让她老人家知道，她身边还养着一个一心想攀龙附凤、不惜害死同伴的毒蛇。孙三丫，算你狠！哼！刚才要是没能拿捏住翠珠的死穴，这会儿躺在地上受辱的恐怕就是我了。主子，您刚才可真是把吉祥院那位给镇住了。我不镇住他，他就要了我的命。这一次交锋也算威慑，希望能看在那个秘密的份上，别再来招惹我。主子，
内务府那帮见高踩低的家伙，这个月的分利又扣了30%，连东炭都比别处少了半筐。御膳房送来的这饭食，冷冰冰的也就罢了，连片荤腥都瞧不见，哪像是个正经美人的标准？扣了便扣了吧。内务府克扣虽然过分，但剩下这些，总归够咱们3个人填饱肚子。主子，您进宫这么久，皇上就那回传了事情，再次没动静。宫里那些碎嘴的都在笑话您，说您是承了一夜恩就进了冷灶。由着他们去笑，或许是威慑起了作用，也或许皇上没打算再传我。我倒乐得做个无人关注的存在。这膳食虽然比不上别宫，可比咱们当初做宫女时要好上不少。在旁人看来，我孙三丫困在这冷院子里很是憋屈，但是我却觉得这样很好。主子，听说未央宫那位又和吉祥院那位杠上了，昨儿个皇后娘娘当众驳了贵妃的脸面，这宫里怕是又要不太平。他们斗他们的，咱们这雨花宫风大强后，传不到咱们耳根子底下。主子说的是，这种清闲日子求都求不来。大喜，贵妃娘娘怀上皇嗣了！这样清闲的日子过了3个月，突然传出一个消息，宋贵妃怀了皇嗣。这个消息瞬间炸翻了整个后宫。孙美人，圣旨下，皇上今夜翻了您的牌子，请随奴才往乾清宫侍寝。同贵妃怀孕的消息一样让后宫震惊的是，这一晚皇上居然想起了我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婴儿，是你吗？婴儿，对不起，婴儿，对不起，这悔啊，真不该让你送那碗药。全想通了，怪不得宋贵妃会恨淑妃入骨，怪不得淑妃会愧疚自尽。原来那碗掺了红花的药，竟然是皇上亲手交给淑妃去送给宋贵妃的。这是帝王术，他在用一个孩子离间文武2大家族。活下来了，知道了这样的秘密，这后宫怕是再无我容身之处了。孙美人，请吧，皇后娘娘要在未央宫见你。这种虚礼就免了吧，这儿又没旁人。快过来坐本宫身边，陪本宫喝口刚到的雀舌，这可是蜀地刚送来的尖儿，平日里连正眼都不瞄雨花潭一眼，今日这般亲密，定是没安好心。妹妹在雨花潭可还住得习惯，内务府那帮奴才可有怠慢？谢皇后娘娘关心，托娘娘的福，奴婢在那儿一切都好。好便好，来尝尝这刚出的点心。本宫知道你是个稳重的，不爱张扬，这点本宫最是喜欢。皇后娘娘谬赞了，妹妹是个聪明人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你觉得宋贵妃腹中这一胎要是平安生下来，这宫里你我有何变化？来了，这才是她今日请我喝茶的真正目的。奴婢愚钝，娘娘是千金之躯，宋贵妃怀胎是天大的喜事，想必应该没什么变化吧。妹妹，这宫里装傻能保一时，可保不了一世。你昨夜又被皇上传去侍寝，偏偏还正好在宋贵妃诊出怀孕这日，这种巧合，宋贵妃内心难免会想到当年，想到那位淑妃。宋贵妃有多恨淑妃，就有多恨你。一旦宋贵妃平安产下皇子，宋家在朝堂上的气焰就真的如日中天了。到时候莫说是你，就连本宫这未央宫，怕是也得看吉祥院的眼色。其实皇上对于宋贵妃腹中这个孩子也很烦恼，妹妹若是能看清局势，想办法为皇上解决这个烦恼，往后的宠爱必然更甚，总好过在那雨花台枯守一辈子，你说是不是？既然妹妹听不进良言，那本宫也就不多费口舌了。你好自为之。皇后想借我的手去害宋贵妃的孩子。孙美人，贵妃娘娘请您过去叙叙旧。走吧，娘娘怀着龙胎，见不得人墨迹。皇后刚走，宋贵妃就来了。在这宫里，这2座大山，谁都能轻易碾死我。这一遭，怕是凶多吉少。臣妾参见贵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这张脸，真是一天比一天让本宫恶心。你说，本宫该怎么弄死你呢？是杖毙，还是丢进那口牢井里？这次
他是真的下定决心要杀我，横竖是死，只能搏一下了。娘娘，请兵退左右，臣妾手里有一件关于您还有已故淑妃娘娘的事，要亲口告知娘娘。都给本宫滚出去！说吧，你最好能说出点让本宫饶你一命的东西。当年淑妃娘娘递给娘娘您的那碗安胎药，其实是皇上亲手安排的。你敢在这信口雌黄？皇上爱他入骨，怎么会爱他入骨，便能容忍梁宋两家联姻做大吗？娘娘，您是将门虎女，您最该明白功高盖主4个字。淑妃娘娘当年误伤了您的孩子，那是她最亲的好姐妹啊，她该有多愧疚？更何况她在那之后发现自己竟然被最心爱之人当作利刃去刺向好友，这份伤心欲绝才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所以她才选择了用那根白绫自杀明志。娘娘若是不信，大可去查。昨夜皇上在乾清宫喝多了，抱着奴婢，无意间把埋在心里5年的话全都说漏了嘴。这件事，我这种出身乡野的人都能猜出七七八八，在这深宫多年的宋贵妃又怎会猜不出来？宋家握着全天下的兵马，梁家把缠着朝堂的文脉，你们2位娘娘情同手足，梁宋两家和睦的如同一家，这对坐在龙椅上的那位来说是何等的威胁！你们必须敌对，朝堂上的两派必须水火不容，这才是皇上的平衡之道。棋子，文臣之首，武将之冠，到头来不过是他手里的一局棋。原来我这5年的恨，全是对准了这世上唯一真心对我的人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安然无恙地回了院子，之后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安静的日子。皇上再未传召过我，皇后许是见我无用，也彻底厌烦了我。至于宋贵妃，她闭门不出，再没找过我麻烦。平静的日子只维持了1个月，宫里传出消息，宋贵妃小产了，外头都说是本就胎相不稳，太医拼了命也保不住。可我心里明白，这背后的真相，无论是她为了保住宋家自己动的手，还是皇上皇后下的死手，这些都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主子，您听说了吗？吉祥院那位宋贵妃，自打那次小产后，整个人像是被抽了魂，彻底变了。不是吗？听说现在整日里大门不出，在屋里吃斋念佛，还把要为那早夭的孩子行善积德，连大声说话的人都要被他训斥，平和的不像话。心凉了，自然就安静了。贵妃不管事了，吉祥院倒是热闹了。翠珠到底还是走了那条路，趁着贵妃礼佛不管，竟真让她爬了龙床。这翠珠也是命好，一夜得宠，封了美人。这1个月还没过完，皇上又赏了她个贵人的位分。瞎了眼的东西，没看见本贵人路过吗？翠贵人，你如今是越发有规矩了，在本宫面前也敢这般回话。娘娘息怒，臣妾昨夜伺候皇上实在太晚，身子乏得厉害，言语若有不当，皇上想必也是能体谅的。放肆！一个下贱宫女爬上来的东西，也敢拿皇上压本宫！来人，翠贵人不敬皇后，坏了宫廷礼法，给本宫拖下去，打断她的腿！这件事终究是平息了，整个后宫那些蠢蠢欲动的宫女们也都被这血淋淋的教训吓了回去。主子，出大事了！皇上出宫狩猎回来了。皇上回宫是常有的事，你慌什么？不是啊，主子，皇上这回带回来一个绝色美人，说那美人的样貌，说她跟我长得像，所有人都在看，所有人都在传，说这个美人跟我有3分相似，不如说我跟她都在分食一个死人的残影。宫里的老人都在说，她简直就是已故淑妃梁语因死而复生，一模一样。皇上，这雀舌虽好，可若是不用初春的雪水来捧，终究少了3分灵气。对，婴儿以前也是这么说的，连这品茶的派头，这说话的词儿，当真是一丝不差。不仅是脸，连生活习惯和说话用词都像到了骨子里。进宫才没几个月，那破例封为淑妃的圣旨就传遍了6宫。公公，吉祥院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淑妃入宫，贵妃娘娘就没什么表现。孙美人邪乎着呢，众人都盯着这儿等贵妃娘娘发火闹腾，可宋贵妃半句话没说，直接封了院门。封了院门？可不是吗？娘娘现在每日里焚香祷告，说是为了早夭的孩子祈福超度，谁也不见，连皇上来拍门都给挡回去了。主子，您瞧瞧，那宋贵妃当真是换了个人，往日里恨不得把天都捅个窟窿，现在倒好，在那屋里敲木鱼敲得没个停。接连丢了2个孩子，换了谁也受不住，估计是彻底看透红尘了，再也不争那份虚宠了。
娘娘，这几日有传言，皇上日日与新淑妃玩乐，不理朝政，还要立新淑妃为后。果真是个狐妹子，绝不能把这皇后的位子交代在她手上，必须要让皇上远离她。封后？皇上当真是疯了？她不过是个凭着一张老脸爬上来的替身，皇上竟然动了立她为后的念头。娘娘息怒，这传言满宫里都飞开了，说皇上觉得淑妃性情温婉，有良家遗风。这宋贵妃歇了，可后宫最着急的却是皇后。入宫第3个月，淑妃就怀上了皇嗣。立后的传言，这下简直到了风浪尖上。查，给朕彻查，到底是谁害了朕的孩子？回皇上，朕安胎药里被掺了大量的红花。是皇后娘娘，是娘娘怕位子不保，给奴婢1千两白银，让奴婢下药的，奴婢死罪，求皇上开恩。皇上，臣妾比血口喷人，臣妾没有，臣妾绝没有做过。朕给了你皇后的体面，你却想要朕孩子的命。传朕旨意，皇后德行亏损，残害皇嗣，即刻褫夺凤印，打入冷宫。这些事让我觉得风声鹤唳，更加不敢轻易出院子。主子，您瞧这天说变就变，原以为这中宫之位定是那位淑妃娘娘的了，毕竟皇上现在疼她跟眼珠子似的。在这宫里，越是看似板上钉钉的事，越容易出岔子。可不是嘛，听说皇上昨儿个亲口提了立后，结果您猜怎么着？那位主竟然跪在乾清宫外哭了1个时辰，死活不答应。皇上，臣妾出身低微，能陪在圣驾坐边已是3生有幸。若立臣妾为后，定会引得群臣侧目，让皇上为难。臣妾万死不敢受此殊荣。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了，朕想给你最好的，你却总想着朕的难处。唉，罢了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朕便依你。可朕会给你更多的疼爱，绝不叫你受半分委屈。这让皇上对淑妃更为疼爱。最后，原本吃斋念佛的宋贵妃，竟然在这场博弈中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。皇上，臣妾有一事禀奏。选秀是，皇上登基多年，后宫妃嫔虽众，却一直未能为皇家开枝散叶。臣妾身为国母，理当为皇上分忧。臣妾以为，当广选天下庶女，充实后宫，以期早日诞下皇子，稳固国本。准了，此事交由皇后操办。臣妾遵旨，定不负皇上所托。越是安静的人，就越是危险。您还有心思弄这些花？皇后娘娘要大办选秀，规模比往年哪一回都大。选就选吧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万一选进来几个厉害的，咱们这些本就不得宠的，日子岂不是更难过了？在这后宫里，争宠的人都像飞蛾扑火，最后烧得粉身碎骨。我只想做这墙角的一株草，风吹不着，雨打不着，安安静静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可这回皇后娘娘动真格的了，听说她给各省官员下了死命令，报送名簪里，但凡容貌出众、家世清白的都要送进京。这阵仗比当年她当贵妃那会儿还要大呢。这么大张旗鼓的选秀，无非是想分了新淑妃的宠，让后宫互相制衡。只是她就不怕引狼入室吗？罢了，这些事不是我一个不得宠的美人该操心的，活命要紧。这个太瘦了，怕是身子骨不好，难以生养。这个眼神太活络，一看就不安分，撤了吧。装你就装吧，等这些新人入了宫，看你还怎么装。哼，把这几个容貌最出众的新人都给本宫安排在离乾清宫最近的院子。是，娘娘心思周密。还有，在锦绣阁隔壁也塞一个进去，本宫倒要看看这些年轻面孔天天在她眼皮子底下晃荡，她还能不能睡得安生。把这对白玉镯子给隔壁那位新来的贵人送去吧，就说是本宫的一点邻里之意。白玉镯子，邻里之意，那个贱人当真是沉得住气。
娘娘息怒，那淑妃不过是在装模作样罢了。等皇上真的宠幸了那些新人，眼看着恩宠被分了，看他还怎么端着。你说的对，他最大的依仗不就是皇上的宠爱吗？只要那帮新人分了他的宠，他就没了优势。到时候本宫收拾他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瞧瞧，皇上连着照了那婉贵人2夜，第3夜才舍得换人。这婉贵人现在走路都带风呢。娘娘神机妙算，本宫就是要让新淑妃看清楚，这后宫最不缺的就是年轻貌美的女人，她的地位从来不是牢不可破。淑妃娘娘万福。皇上，您批了半日折子了，歇一歇吧。这是臣妾亲手炖的燕窝粥，您尝尝。还是你炖的味道好。婉贵人辛苦了，我这里还有一碗，你也尝尝。臣妾多谢娘娘赏赐。这个贱坯子倒是真会做人，明明心里恨得要死，面上还能装得这般大度，真是不解。娘娘，要不要想个法子压压她的气呀？不急，这才刚开始，日子还长着呢，且看她能装到什么时候。你听说了吗？那20个新主子入宫都整整3个月了，皇上照信的那么勤，可到现在一个传出喜号的都没有。何止那20个呀，你瞧瞧新淑妃，还有咱们皇后娘娘，不也都没动静？我可听说了，外头都在传，说是皇上得罪了上苍，这辈子命中无子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！我还听说个更邪乎的，说是有人在暗中给各位主子下了药，诚心不让皇家开枝散叶。荒唐！入宫3个月，20个新人，竟然一个有孕的都没有。太医院每年拿那么多俸禄，全是养了一群废物吗？朕看你们是老糊涂了，连妃嫔有孕都调理不出来，这要你们这群废物有何用？皇上息怒，臣等已经竭力调理各位小主的身体，只是什么？问题根本不在妃嫔身上，可这话我怎么敢说？说了就是当场毙命啊！皇上，您不能再喝了，当心龙体。婴儿，是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婴儿，朕就知道你舍不得朕。皇上，您看清楚，臣妾是新淑妃，不是婴儿。是了，你不是他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朕又糊涂了。朕登基这么多年了，后宫佳丽3000，可到头来竟然没有一个能给朕生下个一儿半女。是不是朕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上天存心在惩罚朕？你说，朕是不是真的命中无子？罢了，你先回去歇息吧。李爱卿，你跟朕说句实话，朕的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？说实话！皇上恕罪，臣观皇上脉象，龙体并无大碍，只是近年来皇上操劳过度，忧思过重，以致精气有所损耗。若能静心调养，少思寡欲，假以时日，必能少思寡欲。朕到现在连个继位的子嗣都没有，你竟然让朕少思寡欲！朕要是再少思寡欲，这大好的江山都要在朕手里断送了。朕听说，可有一种药，入人成事。皇上万万不可！那种药乃是虎狼之药，虽能强行激发元力，却是伤身至极，勿宜于饮之方可。皇上万万不可服用啊！伤身！朕贵为天子，却连个承继大统的子嗣都没有。若后继无人，朕要这副残缺烂处又有何用？你给朕开，若是开不出来，朕现在就要了你的脑袋！臣遵旨。大热之火，燃残株之类。皇上，微臣这是在亲手送您上路啊！准了，去办吧。本应是皇家绝密，可这后宫里哪有不透风的墙？不到3天，皇上服用虎狼之药的消息，便如野火燎原，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回娘娘，微臣已经查验过了。怎么还是这些温补的废方？
本宫要的是能让皇上恢复元气的良药。搜罗来的那些民间偏方，你可都仔细瞧过了？那些方子虽齐，可皇上先前服用的虎狼之药已经伤了龙体根本，如今只能徐徐涂之，急不得呀！急不得！皇上龙体若有个闪失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皇上近来龙体欠安，你们身为妃嫔，理应多求拜佛为皇上分忧，少生些事端让皇上操心。尤其是你们几个新进宫的，更要懂得分寸。这后宫里不该说的话不要说，不该做的事连想都不要想。若是逾了规，休怪本宫不讲情面。臣妾谨尽皇后娘娘教诲。臣妾等谨记教诲。孙美人留步，皇后娘娘要见你。是。坐吧。你在雨花台住的可还习惯？内务府的人可有怠慢？回皇后娘娘，一切都好，谢娘娘记挂。本宫听说你平日里极少出门，也不怎么跟其他妃嫔走动，怎么是嫌弃他们家世平平，不屑与他们为好？皇后娘娘绝无此意，臣妾出身微贱，深知规矩，只是臣妾生性喜静，怕笨嘴拙舌冲撞了各位姐姐，这才不敢胡乱走动。起来吧，本宫不过随口一问，并无责怪之意。在这吃人的后宫里，像你这样安分守己的人，确实不多了。谢皇后娘娘。本宫叫你来，其实是有一桩心事，想听听你的见解，请娘娘示下，臣妾惶恐。你觉得新淑妃这个人究竟如何？回娘娘，臣妾位卑言轻，平日里又只在那雨花台待着，跟淑妃娘娘实在是不熟，臣妾实在不敢妄加评论。不熟？这宫里长了嘴的人都在议论。孙美人，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在皇后的面前也不敢说实话？娘娘明鉴，臣妾是真的不知道，臣妾愚钝，实在瞧不出各位主子的高深，求娘娘饶恕。罢了，你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宋皇后这是在投石问礼，想看看我这颗棋子能不能为她所用。今日虽避开了，但这深宫里的火早晚会烧到雨花台。昨儿个陈贵人从乾清宫回来，整个人都脱了形，听说现在还下不来床呢。皇上现在的样子实在太吓人了，哪怕是抗旨，我也得说自己来了月事，我是真不敢去啊。瞧瞧，全后宫都怕成了这样，唯独他，每次皇上召信都跟没事人一样。那些新人为了逃避事情，什么损招都使出来了，唯独这个新淑妃不抱怨不推脱，回回都去得这般利索。娘娘，奴婢也觉得纳闷儿，这差事如今在后宫人人避之不及，她却如此从容，莫非是存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药呢？这药的药呢？皇上，那药本就是虎狼之物，服用的次数实在是太频繁了，再这么下去，龙体怕是……闭嘴！朕看你们是诚心想让朕断子绝孙，你们全是废物！谁再劝朕，朕便要了谁的脑袋！皇上，您怎么又吃那药了？婴儿，是你吗？你终于舍得回来了。皇上，您的手怎么这么烫？朕没事，朕觉得浑身都是力气。来，别说那些丧气话，陪朕说说话。朝堂上那些老东西，一个个面上恭顺，私下里却都在盯着朕的位子。后宫也是，没一个省心的。朕一定要有个儿子，朕亲手打下的江山，绝对不能落到那帮心怀鬼胎的人手里。淑妃，你说，朕这辈子还能不能有个儿子？朕还能生出皇子吗？皇上，子嗣的事强求不来。如今龙体要紧，只要您先把身体养好了，子嗣的事儿总归是急不得的。急不得？朕今年都30了，再等下去朕就真的老了，彻底没机会了。朕等不起，这大赵的江山更等不起。皇上，不能再吃了。放开！朕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皇上，你若再这么吃下去，只怕龙体不保。您就算不顾惜自己，也该想想这祖宗留下的万里江山。您不能这样糟蹋自己的身子啊！皇上，
你歇息吧，臣妾在这儿陪着你。这个男人把我带回宫，给了我富贵荣华，给了我无上尊荣，可他看的从来不是我，我只是一个叫梁雨音的影子。婴儿，臣妾在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，皇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请太医！快去啊！皇上，您坚持住，您一定要坚持住，太医马上就到了。婴儿，对不起。李太医，皇上到底怎么样了？皇上元气大伤，气血逆行，这是虎狼之药造成的剧烈反噬，臣等定当尽力而为，但办什么？皇上龙体已然亏空到了极点，这一关能不能挺过来，臣不敢保证。皇上怎么样了？回皇后，皇上今晚是你侍寝，是臣妾侍寝。皇上临睡前服了药，臣妾曾极力劝阻，皇上不听。可是什么？皇上是在你侍寝的时候出的事，你身为枕边人，你难辞其咎。皇后娘娘的意思是，皇上吐血全是因为臣妾的过错，难道不是吗？若不是你狐媚惑主，皇上怎会如此沉迷丹药之效？若不是你贪图圣宠，皇上又怎会服药过量导致反噬？新淑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愿听皇后娘娘发落。这件事等皇上醒过来再说。若是皇上有个三长两短，本宫第一个饶不了你。皇上整整昏迷了3天3夜，这3天里，宋皇后日夜守在乾清宫，寸步不离。新淑妃则被关在偏殿，随时听候召唤。只要是皇上挺不过去，咱们这些没子嗣的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你还操心那个？听说是新淑妃那儿出了乱子，皇后娘娘刚才在里面发了好大的火，说淑妃狐媚惑主，把皇上给折腾垮了。我瞧着淑妃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皇上生死未卜，这后宫里的女人却已经开始盘算着怎么把别人踩进泥潭里了。听到了吧？皇上就是在淑妃侍寝的时候吐的血，那场面可不是。皇后娘娘已经发了话，说淑妃狐媚惑主，这罪名压下来，难辞其咎啊。我看这位淑妃娘娘啊，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。皇上醒了，皇上终于醒了。皇后娘娘有令，淑妃娘娘冲撞龙体，暂不得入内。淑妃呢？皇上，淑妃在偏殿候着呢。您刚醒，龙体出狱，不宜见太多人，免得过了病气。皇后，朕的身体到底如何了？李太医说，皇上元气大伤，须得闭关静养一段时日。那些助兴的药，断不可再碰了。朕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，朕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这个男人总算是肯把那些夺命的药停了，可停了又能如何？代价是他这副身子已经彻底垮了。皇上病重无子，国本动摇啊！依我看，理应从宗室中选一个孩子过议，早立太子。休要胡言！皇上正值壮年，未必没有机会。此时提过议，你是想掉脑袋吗？昨儿个听太医院那边的风声，怕是悬了。万一那便得请皇后娘娘垂帘听政，辅佐幼主了。娘娘，外头的风言风语越发不像话了。宗室那边已经有人在盯着那个位置了。本宫如何不知？若是皇上真的，而本宫手里没有亲生的皇子，这中宫的位置就是架在火上烤。到时候那些宗室亲王，谁会把一个无子的太后放在眼里？淑妃妹妹好雅兴，皇上卧床，你倒是有心思在这儿瞧鱼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，瞧瞧这些鱼，游来游去的倒是自在，终日只管在这池子里吸水，不必像咱们似的，总得操心那些没完没了的俗事。淑妃妹妹，皇上病倒那夜正好是你的事情，本宫今日心里总有些不安，想亲自问问你，在那晚皇上吐血之前，寝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娘娘的话，那晚皇上照旧服了药，臣妾曾出言劝，可皇上不听。后来皇上睡下了，直到半夜忽然坐起身，接着就吐了血，就这些。淑妃妹妹，你说谎，臣妾在皇后面前断不敢有半句虚言。你有没有说谎？本宫心里比谁都清楚。
皇上服用那药已有数月，一直都相安无事，怎么偏偏就到了你侍寝的时候，龙体就突然崩了？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在那药里或者是旁的地方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脚？皇后娘娘，这谋害龙体的滔天大罪，臣妾万万不敢认。臣妾不过一介后妃，身家性命从显于皇上一人，怎敢对龙体动心思？你不敢？这世上还有你不敢的事吗？你连皇上的心都敢偷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？皇后娘娘，臣妾知道您一直看臣妾不顺眼，但臣妾可以对天发誓，皇上吐血一事与臣妾绝无半点干系。若娘娘执意生疑，大可以去召集太医院所有的太医，将那晚的痕迹一一查验个清楚。太医？这后宫谁不知道你新淑妃如今盛宠正浓，太医院那帮见风使舵的大半都成了你的人。查验？本宫可信不过他们。那皇后娘娘究竟想怎样？本宫不想怎样，本宫今日过来只是好心提醒你一句，皇上龙体贵重，系着大诏的江山，你若是再敢使那些狐媚惑主的下作手段，害得皇上龙体受损，本宫定然绝不轻饶。孙美人，我们家淑妃娘娘请您过去一趟。宋皇后前脚刚试探关，新淑妃后脚就派人来请。这两个站在高处的女人，如今竟都把目光死死地盯在了我这株墙角草身上。劳烦带路，我这就随你去。臣妾参见淑妃娘娘。孙美人来了，不必拘礼，坐吧。孙美人，你可知晓皇后娘娘今日在御花园里特意拦住本宫，都说了些什么？臣妾不知。她说皇上在那晚突然吐血，全是因为本宫在暗中做了手脚。皇后娘娘，娘娘怎会生出这种念头？因为她需要一个替罪羊。皇上服用虎狼之药导致身体垮台，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，迟早要有人出来顶罪。皇后既想摘干净自己，又想除掉眼中钉，自然要把这盆脏水泼到本宫头上。孙美人，你说到了这一步，本宫会怎么做？臣妾愚钝，实在不敢妄加揣测。你不必害怕，本宫绝不会坐以待毙。皇后既然想斗，那本宫就陪她斗到底。孙美人，本宫心里明白，皇后留着你就是为了让你盯着本宫，本宫不怪你。但你回去告诉皇后，本宫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淑妃娘娘明鉴，臣妾绝没有监视娘娘的意思，臣妾绝不敢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本宫说了不怪你，就是不怪你。你只需一字不差地把本宫的话带回凤仪宫就行。新淑妃这是要逼我跟皇后摊牌，可我还有别的选择吗？怎么这么快淑妃就找过你了？是，淑妃娘娘刚才传了臣妾过去，让臣妾给皇后娘娘带一句话。哦，什么话？淑妃娘娘说她不是那么好欺负。好一个不是那么好欺负的那个贱胚子，看来是本宫给她的脸面太多了，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除了这句，淑妃还跟你说了什么？回娘娘，真的没有了，就这一句。淑妃娘娘说完便让臣妾离开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既然你明白了本宫的心思，那就继续替本宫在那边盯着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你要第一时间来告诉本宫。只要你听话，本宫定然不会亏待你。臣妾谢过娘娘。我被夹在两个疯女人中间，就像暴雨里的一根稻草，随时可能被这深宫里的权力漩涡折断。皇上龙体残破，宋皇后趁机揽权，她以龙体欠安为名，公然将所有本该皇上亲阅的折子都送进了凤仪宫。皇后娘娘今日好大的威风，臣妾瞧着这乾清宫，倒真像是快要改名成凤仪宫了。淑妃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臣妾并无他意，只是臣妾觉得皇上虽龙体欠安，但这朝政大事关乎江山社稷，理应由皇上亲裁。皇后娘娘这般事必躬亲，连朱批都代劳了，怕是不太合适。本宫身为大赵皇后，是皇上的嫡妻，替夫分忧，为君代笔，本就是本宫的本分。淑妃妹妹若真是觉得不合适，大可以亲自来这书案前批阅奏折。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皇后，朕有话想单独跟淑妃说。朕知道你心里一直存着怨气，臣妾不敢。你不必否认，朕心里清楚。朕之所以这般宠你，甚至为了你不惜废后，全是因你长了一张像极了她的脸。朕知道这对你来说并不公平，可朕控制不了自己。每瞧见你，朕就觉得阿英还活着，还没离开朕。皇上，臣妾从来没有怨过你。臣妾进宫那天起就知道，臣妾不过是一个死人的替身。你说什么？臣妾说，臣妾心甘情愿。皇上给了臣妾这辈子都不敢想的荣华富贵，给了臣妾无上的尊荣，
臣妾出身微贱，无以为报，只愿能这辈子都能陪在皇上身边，哪怕真的只是当一个替身。淑妃，朕这辈子终究是亏欠你太多，朕对不起你。皇上千万莫要这么说，是臣妾福薄，进宫许久未能为皇家开枝散叶，臣妾心中才是真愧疚。若是万一哪天朕真的走了，你在这宫里可怎么办？皇上洪福齐天，绝不会走的。您还要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妾还要陪您一辈子呢。这个贱胚子，真是个狐妹子转世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皇上竟然还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。娘娘息怒啊，那淑妃再如何得宠，到底也不过是个妃子。您可是皇后，是国母，她越不过您去的。你懂什么？身份、位分，在皇上心里，那贱胚子才是他的宝贝。本宫这个皇后，在他眼里连根草都不如。既然她这么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本宫心狠手辣了。娘娘，您这是打算做什么？皇上开恩，是淑妃娘娘指使奴婢在皇上的药里偷偷下毒。你且说清楚，淑妃指使你毒害龙体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娘娘说，只要皇上驾崩，她就能垂帘听政，独揽大权。淑妃，人证在此，你还有什么可辩驳的？你可认罪？臣妾没有做过，这是诬陷。这是本宫从你锦绣阁搜出的。太医，告诉淑妃这是什么？此物确属慢性毒药，长期服用会令龙体损耗崩溃。皇后好手段，此药臣妾从未见过，宫女反咬，娘娘心里最清楚。放肆！死到临头还敢攀咬本宫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臣妾以性命担保，臣妾这一颗心全在您身上，从未想过要害您半分。您若是不信，臣妾愿以死明志。淑妃，这皇上不必为难，臣妾心里明白，皇上心里终究是有臣妾的一席之地的。只要知道这一点，臣妾这一生也就够了。皇后娘娘，这一局终究是您赢了。站住！事情还没交代清楚，你要去哪里？皇后娘娘费尽心机，不就是想要臣妾这条命吗？臣妾自己去死便是，就不劳娘娘亲自动手，脏了您的凤爪。淑妃，皇上，臣妾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您。臣妾知道，您心里的人其实不是臣妾，可臣妾心里却只有您一个人。皇上保重，臣妾先走一步了。传朕旨意，淑妃以贵妃礼葬。宋皇后终于如愿以偿除掉了那个眼中钉，可她心里清楚，这一局她彻底输了。因为从今往后，皇上心里会永远刻着那个女人的名字。皇上，多少用一口吧，龙体要紧。传皇后，还有雨花台那个孙美人一并叫来。你是那个叫孙美人的，对不对？是，皇上，臣妾在。朕这一辈子宠幸过很多女人，可真正让朕记住名字、记住脸的没几个。皇上怎么会记住我？朕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吉祥院的院子里，月色也像今儿个这么冷，你一个人坐在长廊上，哭得鼻头都红了。朕当时走过去问你哭什么，你还记得你怎么说的吗？你说你只是想活着。皇上居然真的记得那个最无助、最卑微的我。朕当时就在想，这个丫头倒是跟这后宫里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，别人想的都是争宠，想的都是怎么往高处爬，怎么算计朕的圣宠，只有你是想活着。皇后，朕这一生终究是对不起你。皇上，朕心里清楚，你心里是恨朕的。朕这些年冷落了你那么久，朕虽然给了你皇后的体面，却从来没有真正把你当过妻子。皇上，臣妾不恨你，臣妾从来没有恨过你，臣妾只是臣妾不甘心啊！为什么皇上心里只有他？臣妾陪了皇上这么多春夏秋冬，难道在皇上心里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角落都没有给臣妾留过位置吗？皇后，
朕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银儿，更对不起那个死在锦绣阁的淑妃。朕这一辈子，终究是做错了很多事。朕快不行了，朕走后，你们两个要好好活着。这吃人的深宫里头，能全虚全伪的活着，就是这辈子最大的福气。皇后孙美人，朕走了。皇上驾崩，新皇登基，宋皇后成了太后，而我被封为太妃，赐居寿康宫。孙太妃，请回吧。太后娘娘今儿个不见您，娘娘说了，往后您在寿康宫好好过日子，在这宫里蜷缩着不打眼，才能活得更久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，愿太后娘娘福寿康宁。进来吧，坐吧。孙太妃，你说咱们在这红墙里斗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到底图个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是图那虚无缥缈的圣宠，还是图着困住了一辈子的红墙金瓦？本宫这一辈子斗得太久了，当年跟梁语音斗，后来跟那个新淑妃斗，本宫算计了半辈子，跟这后宫里的每一个女人都斗了个遍，到头来本宫确实赢了，这凤位坐稳了，凤印也拿到了，可回头瞧瞧，本宫身边什么都没有了。皇上走了，淑妃死了，那个新淑妃也把自己了断了，这偌大的后宫到最后竟然只剩下本宫和你了。你可知晓本宫当初为何要在众妃嫔中偏偏破例封你为太妃，还赐了这寿康宫？臣妾不知。因为你是这后宫里唯一一个手上没沾过血，没有害过人的女人。你进宫那天起就只说了一句想活着，这宫里人人都在说这句话，可最后只有你真的做到了。孙三丫，本宫佩服你。太后娘娘，臣妾哪有什么能耐，臣妾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？这后宫里从没有平白无故的运气，是你聪明，你比谁都清楚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本宫要是早些年能明白你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孤家寡人的地步。这后宫里从没有什么运气，是你聪明，你比谁都清楚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本宫要是早些年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孤家寡人的地步。孙太妃，往后在这深宫里，咱们就相依为命吧。毕竟能陪本宫说说话的人真的不多了。太后娘娘，臣妾会一直陪着您。